4月28日，随着平陆运河子材大桥的正式通车，标志着这个新中国第一条通江大海大运河正式进入通航倒计时。届时，5000吨的船舶可以实行江面直达，比现行的水运航道出海航程缩短了近560公里，预计每年可以节约运费52亿元。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4月28日，平陆运河子材大桥正式通车。这座以晚清抗法名将冯子材命名的大桥通车，直接意味着平陆运河全线27座跨运河主桥全部建成。这个被称为百桥工程的关键节点彻底打通，为今年9月全线贯通铺好了最后一段路。可能很多人对平陆运河还不太熟悉，简单说，这是一条砸了727亿元、耗时近4年的人工运河，北起南宁衡州市，西经库区平塘江口，南到钦州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小河沟，而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条通江达海的人工运河，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现在整个工程量完成超94%，已经进入通航前的最后冲刺阶段。换句话就是，主体工程基本收尾，关键节点全部打通，9月通航稳了。有一说一，平陆运河2022年8月正式开工，到现在快4年时间了，建设速度确实够快。高峰期有超过2万名建设者同时在岗，全线73个施工点连轴转，过年都不停工。这么大的工程能推进到现在这个程度，确实不容易。目前最核心的进展就是4月28日子材大桥通车，27座跨运河主桥全部完工。这27座桥涵盖拱桥、斜拉桥、悬索桥等多种结构，既有给野生动物留通道的生态桥，也有方便两岸居民出行的民生桥，还有兼顾颜值和实用性的观光桥，算是把国内先进造桥工艺都用上了。就拿子材大桥来说，改建后主宽270米，通航净高19.3米，桥面拓宽4.5米，既能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又能缓解钦州城区跨江交通压力，一举两得。除了桥梁工程，航道和航运枢纽工程也基本成型。平陆运河航道全长125.5公里，其中最关键的是分水岭段6.5公里的人工开挖段，这是整个运河的咽喉，只有打通这里，才能直接连通西江航运干线。现在这段咽喉已经打通，加上马道枢纽新开挖的部分，总共约10公里的新航道全部完工，剩下的航道都是利用原有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挖深，目前92%的航道已经基本成型。航运枢纽工程是平陆运河的心脏，整个运河有65米的水位落差，全靠3座阶梯枢纽调节水位，自上游到下游分别是马道枢纽、乞食枢纽、青年枢纽。这3座枢纽就像3个巨型水上电梯，都是双线船闸设计，单线一次能过6艘5000吨级船舶，能快速把船抬上去或放下来。现在3座枢纽主体结构全部完工，创下了世界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船闸、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等多项世界纪录，而且省水率超高。马道乞食枢纽省水率超60%，青年枢纽超50%，一年能节约10亿立方米水量。土石方工程更是个大工程，整个运河开挖土石方约3.15亿立方米，相当于三峡枢纽的3倍，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当然，这么多土石方一点不浪费，大部分都被用来填充山谷沟壑，净增耕地1.41万亩，还能用来造地修路，实现了综合利用。配套工程也在同步推进，北部湾港30个江海联运泊位新建与改造项目正在赶工，4艘平陆运河示范船已经开工建造，就等通航后直接投入使用。生态方面也没落下，平陆运河要打造全国首个碳中和运河，一建成段生态护岸率达86%，远超行业50%的标准，还修复了鱼类洄游通道，兼顾了工程建设和生态保护。
说到这儿，很多人肯定会问，花这么多钱，费这么大劲，修这条运河到底值不值？答案很简单，太值了。它可以直接改写西南地区出海物流格局，把内陆变成沿海，影响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发展。一直以来，广西和西南地区的货物出海都得走西江向东到梧州，再绕到珠三角经广州港出海。这么一走，内河航程多了560公里以上，不仅绕路，时间长，成本还高。平陆运河通航后，从南宁直接向南走134公里，就能到钦州北部湾出海，直接把560公里的弯路砍掉。成本能省多少？测算数据显示，每年能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地区节省约52亿元运输费用。对企业来说，每吨货物运输成本至少节约10几到几十块钱。如果一年进出1000万吨货物，光运费就能省上亿元。而且水运成本本来就低，大概只有公路运输的1/5。大宗货物走平陆运河，成本优势会更明显，时间上也大幅缩短。以前广西生鲜农产品绕道广州港出口东南亚全程要半个月，损耗很高。现在走平陆运河，南宁到钦州港水路运输时间压缩到1天以内，生鲜农产品3天内就能抵达东南亚核心市场，损耗大幅降低，竞争力直接提升。再说说区域格局的改变，广西不再临海不见海，西南地区从内陆变成沿海。广西虽然靠海，但之前没有直通北部湾的内河航道，大部分河流都是东西走向，出海必须绕珠三角，导致广西虽然是沿海省份，但内河航运和东盟联系不紧密，经济发展受限。平陆运河建成后，直接终结广西临海却无江通海的历史，让广西真正实现通江达海。对西南地区来说意义更大，云南、贵州、四川、重庆都是内陆地区，货物出海一直依赖铁路、公路，成本高，效率低。平陆运河通航后，这些地区可以通过西江支流连通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出海，相当于多了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出海大通道，直接把西南地区从内陆变成沿海，彻底改变西南地区的贸易格局。更重要的是，平陆运河不只是一条水运通道，还能带动沿线经济发展，形成平陆运河经济带。目前沿线港口产业园已经提前升温，北部湾港吞吐量逐年攀升，2024年集装箱吞吐量达696万标箱，今年有望突破760万标箱，比2020年增长92.4%，首次跃升全国沿海集装箱港口前10强。沿线城市也在提前布局产业，承接物流、加工、贸易等产业转移，带动就业和经济增长，助力乡村振兴。从国家战略层面看，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核心工程，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枢纽。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国家重大战略，目的是打通西部地区通往东盟的物流通道。平陆运河就是这条通道的主动脉，它能促进东盟地区、北部湾经济区、成渝经济区、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跨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构建，让西部陆海新通道从单一的铁海联运变成江铁海公多式联运的综合通道，提升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对中国至东盟贸易来说，平陆运河更是加速器。东盟一直是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2024年，广西对东盟贸易进出口3978.2亿元，增长17.2%。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和东盟的货物往来更便捷。东盟的水果、棕榈油、燕窝等特产可以快速运到中国，中国的机电产品、农产品、工业品也能快速出口到东盟，进一步深化中国至东盟经贸合作，助力构建中国至东盟命运共同体。当然，这么大的工程，难免有人会担心会不会破坏生态，建设质量有没有保障。其实这些问题在建设过程中都已经充分考虑到了。生态方面，平陆运河从设计到施工都坚持绿色理念，除了前面提到的生态护岸、鱼类洄游通道，还建设了沿河生态廊道，对开挖的土石方进行综合利用，打造低碳运河。而且平陆运河还兼顾供水、灌溉、防洪等功能，能为沿线65万亩农田提供用水保障，改善沿线水生态环境，实现一举多得。质量方面，平陆运河是国家重点工程，全程严格监管，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建设者都是经验丰富的专业团队，还创下了多项世界纪录，质量有绝对保障。现在平陆运河距离9月通航只剩4个多月时间。
各项收尾工作正在紧锣密鼓推进。这条凝聚了无数建设者汗水、承载着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希望的世纪工程，即将从蓝图变成现实。所以，平陆运河的意义不止于它是一条运河，更是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希望之路，是中国至东盟经贸合作的加速之路，是西部大开发的振兴之路。它改写的不仅是物流路线，更是区域经济格局和国家发展版图。等9月通航后，5000吨级船舶将从南宁出发，一路向南，穿越山岭，直达北部湾。汽笛声响起的那一刻，西南地区内陆变沿海的梦想将彻底实现，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往来也将开启全新篇章。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